哈，大家好，我是萌萌，欢迎回来我的频道。这一期呢，就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特别喜欢的一些秋冬的内搭的种类，就是大家看我穿一个保暖内衣，包括搭配的一些小的技巧吧，特别是在叠搭的时候选择一些材质啊，或者说版型的一些不同。首先想跟大家讲一下我秋冬的时候一项这个保暖内衣，就是我经常会穿的，我会选领子稍大一点的款式，因为有的时候我里面不会穿毛衣的话，或者说毛衣的领子比较大的话，那如果它的领子太高，我不喜欢它露出来。其实我建议大家最好都去买肉色的，特别是在穿一些白色的内搭的时候，就比较不容易透肤。像我今天想跟大家介绍的这个，就是我第一件白色的内搭，我特别喜欢这一件，应该说是从秋天到现在都有在穿。这件是有一点灰白的颜色，透肤状况是特别透的，你可以看我的手，所以它跟我身上这一件穿在一起之后，两层它都会透出这个内搭的颜色，就可想而知它这个如果直接套在这件保暖内衣外面的话，它会有多么透。所以我一般都是单穿这一件。那单穿这一件的话，我就会选一个完全裸色的内衣。其实我的内衣大部分都是裸色的，所以在夏天的时候也没有什么白 T 恤会露出来的问题。比较喜欢这个类型的内搭是因为它的领子不同于前几年的高领吧，因为前几年的高领都是比较喜欢做要翻下来这种嘛，然后今年特别多这种立领的。它特别好的一点就是，比如说像我这种脖子很长的人，我穿上之后它就是直接立在这里嘛。那如果脖子不够长，觉得它立起来以后会顶到下颚的话，你们就可以把它翻下来，当做一般的高领那样翻下来穿就很好。那像以往那种本来就做成翻下来的高领，很有可能遇到像脖子比较短的同学的话，你们可能翻下来之后它还是会抵到这里。所以像这个我觉得设计的会比较人性化一点。那大家看我里面是一件这种肉色内衣的话，它穿上之后就没有任何纹路。这件是单穿不扎的类型，就我很喜欢它，亲肤感非常的舒服，你可以把它完全当做一个秋衣来穿。当然在秋冬特别冷的时候，我选毛衣的时候都会注重材质，最好它是100%羊毛或者100%卡什米亚，像它就是100%羊毛。搭配方面就很简单，跟别的彩色的毛衣搭在一起，跟它有一定颜色差异的这个衬衫放在一起，我不会白色和白色叠搭。叠搭的目的就是让层次感看起来更多更有意思一点，选完全一样的颜色的话就不太看得出来。那像这种白色的内搭呢，我自己建议是跟这种烧花的衬衫搭在一起。秋冬的时候我觉得穿在外面的衬衫呢，都建议大家选这种材质比较薄的，跟我之前说过的衬衫合集一样嘛，这种针织叠搭穿在外面的衬衫，它如果过于硬挺的话，它会显得整个人的体积比较大，所以我建议大家选择的时候都可以选这种稍微垂坠一点材质的，像这两个穿在一起就很好看嘛。那我还有就是同样的这个白色内搭，但是更适合于天气更冷一点的时候穿。这件也是优衣库的3D 的系列的，它以前这种款式只有 U 系列有嘛，那它秋冬的时候出在了常规款里，所以我觉得还挺建议大家购买的。我有2个颜色，就是作为穿在里面，首先要拥有黑白两色，然后剩下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衣服买一些，比如说墨绿啊、深红啊或者深蓝这种就是秋冬比较适合穿的颜色，包括棕色之类的。这个白色就适合穿在保暖内衣的外面，稍微会有一丢丢透出白色保暖内衣，但是不至于跟这一件一样穿上之后完全能看见里面有一个白的，这个就还好。然后这2件的领子跟我身上这个都是一样的，所以这一件白色我就不跟大家另外示范了。然后我跟大家来示范一下这个黑色的，因为大衣秋冬很难得能穿到浅色的嘛，基本上都是深色系的，所以在穿深色系的时候，我里面的内搭倾向于穿的稍微能跳脱出来一点的颜色。打个比方吧，我叠穿的时候最喜欢穿的方式就是黑白黑，有一个这种层次感。那我现在换上了之后就是这个样子的。同样外面的这一件衬衫我选了一个就是很垂坠质感的，这一件是缎面的丝质的，光泽感是非常好的。这种材质的衬衫是更加适合于秋冬季的。春夏的话，我觉得穿棉麻会看起来更符合春夏的气氛。那像我刚刚说的这种搭配的话，外面就会穿一个这个黑色的大衣，这种叠搭我觉得就是特别好的一个展示。最里面和最外面的颜色是相呼应的，基本上是一个色系，然后中间这一层穿一个不同色系的衬衫啊，或者说西装什么的都可以，换一个颜色
色。我里面的针织如果是蓝色的话，我外面就可以穿一个深蓝色的大衣。然后我里面的针织如果是暖色系的，比如说棕色、橘色，那我就可以穿一个驼色的大衣。这样就是里面穿一件白色的衬衫呐，或者说其他纯色的衬衫，就会有一个这样3个阶梯一样的这种层次。我除了跟这种纯色一般丝质啊，或者说比较垂坠感的衬衫相搭配，牛仔的也很好跟它们搭配，可以穿出连体裤的感觉，就是可以一套牛仔，然后它们都是一个颜色的。那像其他这种材质的衬衫的话，除非真的它有配套的同色系或者同材质的裤子的话，还比较难穿出这种连体裤的感觉。但是牛仔的这个有一个问题，当内搭的话，它会非常有体积感，比较硬挺的布料作为叠穿的单品的话，真的是只适合瘦子的。不过我还是想给大家示范一下，因为我自己是比较喜欢这么穿。蓝色的我现在穿上就是这样子，外面其实可以跟刚刚的黑色的大衣搭配，因为里面的这个也是黑色嘛，或者说可以选择跟这个牛仔衬衫有点撞色的这种棕色系的外套，就比如说泰迪熊外套啊，或者说其他驼色的外套，叠穿的时候这个外面的衣服的颜色和里面的衣服的颜色就只要是互相呼应，它可以是黑白黑这样的搭配，它也可以是跟中间这一层有一些颜色呼应的单品。假装有连体裤的这种穿法也是我今年比较喜欢的穿法之一，简单然后又适合所有人，平常日常穿的话也不会过于夸张和浮夸的。然后我想跟大家讲的是单穿的毛衣，就是毛衣穿在外面怎么制造层次感，或者说毛衣单穿在外面的时候的一些我比较喜欢的单品。首先要跟大家讲的就是这个黑色的这件毛衣，这件毛衣就是我非常之喜欢，特别的柔软，然后穿上之后这个感觉真的很舒服。它不是纯黑色，它有一些这种细细碎碎的白色的毛掺杂在里面，这个就是比较适合像我家里这种养猫的人，穿上以后可以在家里肆无忌惮的抱猫。我还有一个比较喜欢它的点，这件毛衣呢就跟卫衣有点类似，它的版型到它穿搭的方式我都是使用的像卫衣叠穿的这个感觉。像我里面就叠穿了一个白色的这种 T 恤，它其实跟外面这个领子就稍微有一点大小的差异，这种领子能够露出来的话，就比单穿一件这个毛衣看起来更有意思一些，更有层次感一些。像这个的友好程度当然就比衬衫叠穿在外面对于身材比较丰满或者说上半身胸部比较丰满的女生来说更加的友好，因为像这件你可以选一个稍厚的长袖 T 恤啊什么的穿在里面，这样子就相当于是一个保暖内衣的形式。第二就是有比较简约嘛，因为其实身材越丰满的女生越忌讳穿一些特别复杂设计或者说有过多的层次。这件的外面搭配方式我觉得就真的百搭，不管是大衣、羽绒服、泰迪熊外套，包括西装，秋冬的所有外套你都可以搭，所以我觉得真的是利用率非常非常的高。像这个毛衣就是比较适合能扎进去的，捏起来之后会感觉比较抛，我怎么说就比较软糯的这种毛衣，它有一种你把它扎进去以后它自己里面的空气会跑出来，然后它就会变得很紧很小这样，所以扎进去的话不太会有毛衣的边边呀特别鼓。那除了这种毛衣之外，我在秋冬还有一个叠穿比较喜欢的毛衣类型，就是一些彩色的毛衣。然后像这种彩色的毛衣呢，我里面也会搭一些衬衫之类的，因为可以跟深色或者比较浊的颜色的衣服搭配在一起。所以我这一件是今年春夏的时候买的，我到现在还三五不时的会拿出来穿。它的这个领子呢就比这一件黑色的高一些，所以里面如果穿白色 T 恤的话就不大看得出来。我里面会搭配一些白色的衬衫，其实也可以其他颜色，但我这里想跟大家说的是衬衫材质，因为这个领子比较高嘛，所以衬衫的这个领子也比较高，它会露出来。然后我今年会比较喜欢把领子放在里面穿，而不是把它这样露出来。放在里面穿的话，看起来这种领子是立挺的，像这种的话就比较适合脖子不是很长的女生，用来代替高领的一些单品。因为这种衬衫这个领子它再高，它也不会做到跟那种高领毛衣一样。那像如果是穿里面这样的衬衫的话，它的选择的方式就会跟穿在外面的衬衫不一样。穿在外面的衬衫更垂坠感一点，更软一点的材质。那穿在里面的这个衬衫呢，因为你领子是需要立起来的，所以里面最好穿这种棉的，就像男士衬衫一样的这种领子。像我里面现在穿的这件衬衫，就是我上一次在衬衫合集里跟大家分享的特别工作服的一件衬衫。那它在秋冬的时候穿在里面是非常合适的，外面穿这种稍微 oversize 一点的毛
毛衣的话，就不太会改变这个毛衣的形状，然后下面的下摆也不会有那种不好看的褶皱。像这种彩色的毛衣，我还有其他很多颜色嘛，我在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颜色搭配呢，我这一期也没有办法讲，因为内容也比较多嘛，我只有就是放在之后。接下来就是除了这些我用来叠穿的毛衣和衬衫之外的一些单穿的单品。首先第一件就是我这件在之前视频里头也穿了很多次的这个白色高领的毛衣，这个跟我前面分享的白色的内搭不一样，这个是穿在外面，然后比较 oversize 一点的。那像这个白色的毛衣穿在身上就是这样，特别白白净净的，也没有什么多余的装饰。而且它的领子会做的比较高嘛，又比较立体，这里不是完全贴合的，有一定的空间。所以我觉得这种毛衣呢，就基本上只适合单穿，而且它做的比较宽松，觉得它比较适合跟这种更彩色一点的裤子啊，抓马一点的裤子啊，跟它搭配在一起。还有就是，如果觉得就前面这里太过于简单的话，可以带这种毛衣链，就是可以在前面给它增加一个装饰，外面的话随便也是套一个大衣啊，驼色的什么就 OK 了。它的长度呢，可能站起来之后会比较长，所以说我在穿的时候也是会把它掖进裤子里的。但是这样塞呢，就跟刚刚那件毛衣不一样，因为这一件呢就是没有那个泡泡的感觉，塞进去之后它不会变小，所以这种毛衣如果塞进去不好看的话，我都会只塞一个角，而且这个角不会塞在正中间，这样看起来会比较自然，然后腿会显得稍微长一点。接下来还有这种红色的，它也是高领的，这个我之前有跟大家分享过一件，就是我有两件，一件棕色，一件红色，就比较有节日气氛一点。那棕色那个呢就比较日常，其实这个红色没有到非常红，它也是深红色，就是波尔多红的感觉。它袖子是这种宽袖的，比我现在手上的这个小小的袖子呢，我觉得更有造型感一点。它的领子就是超高，比那个白色的要高很多，而且它没有什么空间跟脖子在这里，所以穿上之后可能会比较紧。那我自己平时如果觉得这里穿着不太舒服，我还是会把它这样挽下来。它挽下来以后就是一个中领的感觉，也很好看。所以我自己今年是很喜欢这种做直筒高领形状的毛衣。那这一件的搭配示范我就不多说了，我之前也有穿过，跟皮衣啊什么的放在一起。棕色的也有其他的搭配，我就在这里不多做赘述了。我只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这一类的毛衣是我今年比较喜欢的一个类型。那颜色上也是我自己觉得这种纯色的毛衣呢，相比于那种有印花呀，或者说有其他设计的毛衣来说呢，第一是更好跟其他的单品搭配，因为都是基本款嘛。第二就是不太容易看腻，因为有一些花纹可能今年流行，明年就不流行了。最后一件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个单穿的毛衣是这一件，这一件是我最近才买的，我好久没有穿这种条纹类型的毛衣了，但不知道为什么最近觉得这个穿在身上就又简单又有范儿的。它还有红色条纹的，我觉得红色条纹的也很好看，我也想再买一个。它的袖子这里有做一个这样比较长的设计，是我买它的原因，区别于其他一般的这里做正常收口螺纹的毛衣来说，我觉得它这儿的设计是比较好看的。然后它整个设计呢是属于半紧身的形式，然后比较瘦的妹子甚至可以穿衬衫进去。我觉得在单穿和叠穿上来说，它都是一个很好看的单品。搭配上来说的话，我自己平时就是会跟这种大衣搭配在一起。顺便说一嘴这个大衣啊，因为刚好我穿的这个大衣，它里面的内衬设计也是条纹的。当这个大衣的袖子挽起来之后，它们两个放在一起就特别的和谐又好看。上衣基本上就是到这里了，然后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秋冬最喜欢的一个夏装的类型，就是牛仔裤。有感兴趣的小伙伴的话，可以去看我去年那支怎么教大家选牛仔裤的视频。然后我今年呢，就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些我比较喜欢的裤型吧。就是我今年毕竟也是买了很多新的牛仔裤嘛，最近这一段时间几乎天天都在穿。首先就是我身上这条 Frame 的牛仔裤，这条牛仔裤是9分长的，就我最近特别喜欢穿这个品牌牛仔裤。我有它3个系列，一个是 Le High， 还有一个是 Le Nouveau， 还有一个是那个怎么读的 S 开头的那个系列。这3个系列我都比较喜欢，其中最喜欢的是我身上这种 Le High 系列的，因为 Le High 系列基本上都会做高腰嘛，然后 Le Nouveau 系列的做中腰的比较多。像我这种腰比较长，就是脊椎长得比较长的人，就是喜欢高腰的，不然就会感觉我自己上半身特别长嘛。Le High 的那个裤型也有很多，就是它每一个系列并不是同一个裤型。比如说像 Le High 它有 skinny 也有直筒，然后还有其他裤型。自己一般不管是选它哪一个系列，我都是会选直筒的裤型。第一，直筒的裤型会显得腿更直嘛。第二，它没有那么紧，就是给腿和裤子之间留了空间，我可以穿一些保暖的那种秋裤啊，或者说厚一点的丝袜在里面的。而且我选择的时候不光选
选择高腰直筒，我还会选择有弹性的，因为穿着感会比没有弹性的舒服一点。像我现在身上这条就是符合这3个要求的一条牛仔裤，我就很喜欢。这一条呢比较适合秋冬的颜色，它是比较深的这种牛仔裤，它的设计是比较显瘦的，但是它不太有修饰腿直不直的这个问题。修饰腿直或者不直基本上是要看它膝盖的设计，如果它的线条是从大腿一直往膝盖收，然后从膝盖开始到小腿它才是直筒的话，这种对于膝盖比较弯的女生，或者说 O 型腿的话，它就没有这个调整腿型的作用，但是它会显得腿比较细。接下来还有一条很喜欢的 Frame 的牛仔裤，它也是 The High 系列的，然后它们2个膝盖的设计有点不同，我给大家就是换一下看看。其实我更喜欢那一条的裤型，它们2个都是同样的有弹性直筒的设计以外，它在膝盖的地方设计的更宽一些，对腿型的修饰更好。还自己也想买一条跟这个一模一样的，但是是纯黑的，因为我现在这一条呢是偏灰色的，并不是纯黑色。最后这条牛仔裤我要重点说一下，这条是我最近的大爱。我虽然没有买它多久，但是它已经成为我最近没事就会掏出来穿的牛仔裤，非常 classic 的颜色的水洗，裤子的版型几乎是跟我刚刚那条黑色是差不多的，只不过它没有弹性，就是因为这条裤子它重燃了我对李维斯的爱。这个裤型是叫做 Wedgie Straight， 它也是不会显得膝盖会弯的类型。下面的下摆这样子剪掉的牛仔裤，你拿回家之后是可以自己再剪的。特别是我们亚洲人嘛，就是腿都没有他们欧美人长，所以说在穿一般的这种下面已经封好的牛仔裤的时候，就很难选择长度。当然这一条对于我来说裤长是完全 OK 的，没有任何问题。那好了，这就是我最近喜欢的一些裤子。平心而论，我自己最近的内搭真的牛仔裤喜欢和穿的频率更高一点，相对于其他的裤子，因为其他裤子我有的时候穿一穿会腻，牛仔裤是我怎么穿都穿不腻的一个类型。秋冬的时候它相对于有一些西装裤，因为有一些西装裤它是做那个人造材质的嘛，它就会很凉，而且西装裤我又不喜欢穿太直的太贴的，那它跟腿之间的空隙就比较大，容易进风。不想穿秋裤的话它容易冷。我今天就是真的跟大家分享的是我最近平时用来叠穿或者说内搭的一些特别基本款的单品，让每一件每一个类型都是真爱，真的会重复不停的出现在我穿搭。希望对于你们利用自己衣柜里头的已有的这种基本款的单品，在叠穿上啊，或者说在搭配上会有一些帮助吧。这一周的视频就到这里啦，我们下一周再见，拜拜。好。